今天我们要教大家从无到有建立一个 Q3D 的设计，包含从建模到材料的设计、材料参数的指定。首先，我们建立一个 Q3D 的 design。好，我们把它 rename 命名为我们今天的第3堂课 Modeling and 参数 Parameter Setting。好，那我个人习惯呢，我会把软体使用的版本也加注一下。那我们第一个要建的模型我们要范例的模型很简单，我们先建2根铜柱有一个 draw box draw box rectangular 是平面的在这里draw box 是立体的，我们点一下，好，然后点一下这个圆点，然后把它拉开来，拉成一个矩形，点一下对角，然后再往上拉，好，一个矩形就跑出来了。好，那这边我们教各位几个常用的热键，一个就是我可以用旋转旋转就是呢 ALT 按着，然后你的游标就会变成一个旋转的符号，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在萤幕用左键去拖曳，用左键拖曳那一开始你不熟的时候，你可以在这个3个轴的远端或者是近端去拖曳，去感受一下，远端拖曳跟近端拖曳有不同的效果这是一个拖曳一个拖曳。那如果你拖来拖去，拖到呢，没有办法归位了，也不用紧张，你只要 ALT 按着，然后在右上角点2下，左键点2下，就是右上角的俯视图。那一样 ALT 按着，在正上方点2下，就是俯视图，在侧边点2下，就是侧视图。好，以此类推。所以你不管怎么拖曳，怎么3D 的旋转，你都不用怕最后转不回来。所以这个 ALT 加左键可以旋转。那再来，我们如何放大缩小呢？滑鼠滚轮的中间，中间滚轮就是放大缩小。那我如果要移动的话呢，就是 move 就是 shift 按着再加左键拖曳就是 move， 非常的简单。那这些常见的功能呢 ，draw 在 draw 这里有，所以这边有旋转，pen 就是拖曳。那放大缩小在这里，放大缩小在这里，放大缩小 run in run out。那如果我今天我一个画面，这个物体跑出画面外面的，我怎么样让它回到字中，在画面填满呢？也就是我们讲的 fit screen 或 fit all。那这里可以按这里，或者你有一个热键叫做 Ctrl D，Ctrl D 也可以。那这些是一些萤幕操作的常用的画面。那么画这个矩形之后呢，发现这个矩形是实体的，不是透明的，那怎么办呢？可以选择这个物件，然后这里在 Property 这边，我们就会看到它这边有个透明度，透明度这边可以改，这边可以改，它就变透明的了。好，那如果我每个画的物件都要这样改那就累了那我们有一个办法，让它的预设透明度变成 0.7， 只要从 General Option， 然后这里有一个 3D Model 了 ，Display Render， 这里有一个预设的透明度 Transparency， 这边设下去就可以了。那我们设完之后，我们再回头来看刚刚这根铜柱，我没有设到它是铜可是它为什么它默认就是铜？原因在这里，原因在我们的材料这里这里有一个默认我们可以设的默认的材料值这边预设是铜。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刚画了这个铜的大小，我们选这里 Create Box 这里，
选定它了之后，属性这里就会有了。一开始它在0点，后来我们拉出 XY 坐标之后呢，我们这边改一下，我们改成x 轴向是1 mm 长，y 轴向是8 mm 长，那高度呢是0.5 mm。结果一画完了之后，我们发现哇，它超出这个画面了，那我们就按 Ctrl D 让它 Fit Screen。好，那我们就整个旋转检视一下，没问题了之后呢，我要再画第2根铜柱，而且呢，跟它 space 间隔也是1 mm， 这宽度是1 mm。好，那怎么做呢？我选它，按右键 Edit， Duplicate， 而且是 Duplicate Along Line， 顺着某一条线来复制，点一下，然后选择原点，点一下，然后往旁边拉，然后拉的这个距离呢，你看右下角这边就有一个坐标，一个坐标在这里，右下角一个坐标。那我今天滑鼠同时在拉的时候，我怎么去调整我右下角填入右下角的值呢？这个时候你可以按键盘上的 Tab 键，Tab 键，比方说我往 X 方向平移2 mm，Y 跟 Z Delta 是0，那我就按 Tab 键直接输入0，最后再按 Enter。好，当我一按 Enter 之后呢，这个左上方这里就出现了一个视窗，我要 duplicate 几个物件，那含原来的是2个，所以我这边按2，好，这样就结束了。那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原本这有一个 box 1，那现在有2个 box，那我可以在这里把它 rename 叫做box 2。好，所以我现在就有2个金属铜条了，而且呢我也知道怎么样去设定它的材料，它默认是 X， 但是如果我要改的话呢，我可以来属性这里有一个 material， 这边有个 editor。好，你 editor 输进去以后，你就会在这里看到很多的材料，比方说你有铜你有金像这个帮外就要设金那你也可以有这个铝AL 那你可能也有镍常见的铜镍金，那你可能也有 FR4。那这样问题来了，那我们材料库里面就只有 4.4 的 FR4， 那如果我今天有东西，不管我现在是导体还是介质的材料，那在这里面找不到怎么办呢？ OK， 来，我这边示范一个自建材料你只要导体有导电率介质有 DKDF 你就可以自建材料。打个比方说，我现在把 FR4 我做一个 clone， 我先把它做一个复制。好，那我如果要做一个 4.2 的材料呢？那件是 4.4， 那我如果要 4.2 的材料呢？那我就自建。那我 DKDF DF 我也可以从 0.02 改成 0.18 那通常这个值是指1G 的是1G 的，那我按 OK。OK， 我就有一个自己的材料了，所以同理你的这个导体你也可以自建。好，所以我们材料也可以自建。好，那再来，我今天如果我要改变它的颜色，可不可以？当然也可以。好，我可以选一个我喜欢的颜色，比方说我喜欢绿色，或者是蓝色，都可以。就改一个颜色，它就变成绿色的了。那我如果要恢复呢？就是 Ctrl Z。好，那我们再接着来看如果说我这个结构我要去 sweep 它我们在这个第1堂课的时候有提到我们软体里面有一个叫做Optimatrix 的功能，可以让我们针对我们的结构或者材料变数做 sweep。好，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来，我们刚刚的第1个铜因为这个是第2个铜是基于第一个铜 duplicate 的，所以我只要改第1个就可以了我第1个铜，我的这个线宽是1个 mm。假设我以线宽为变数来做调变，我现在把它弄一个变数呢，叫做
x 方向的 w。好，我按 Enter。好，这个时候呢，由于这个 x underline w 是在软体中第一次出现，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软体就会自动帮你引入一个变数。好，那它 default 的值就是你一开始输入的值。你按 Enter， 按完之后，你看好像没有什么变化，对不对？其实不然哈。这个时候你把你的游标指到 Q3D Design 1， 你就会发现这里有一个变数 variable。好，这个变数呢就是 local variable， 意思是你只有在 Design 里面看得到，你在 Project 里面是看不到的。local variable。那既然我们有 local variable， 就有所谓的 global variable。什么是 global variable 呢？我们现在只有铜哦。假设我现在建一个介质包住它 FR4。好，那好，这个时候呢，我的介质介质材料，我指定我的介质材料。刚刚我们用 FR4 是定义一个 4.2 的，那如果我要定义一个我自己的，买 FR4， 好，按 OK。好，这个时候我们再回头来看，Design 下面变数并没有增加，但是呢，我在 Global 的这个Project 下面，我就会看到有一个Global 的变数，叫做 EPS。那这个怎么用呢？这怎么用呢？我们先以刚刚的这个金属的厚度宽度金属的宽度它的这个来示范一下金属的宽度来示范一下怎么用。Optimetrics 这边Optimetrics 我们选右键 Add Parametrics Parametrics Part to Setup 它叫我们要先设定Setup。好，那我就先设定一个 Setup。好，那都用 Default 值 Add Setup， 然后再用Optimetrics 建立一个让它随参数变化的一个规则，比方说 add 线宽线宽，那它的 default 是1个 millimeter， 那它自动的会以正负50% 来帮你做一个预设的范围，它会从 0.5 sweep 到 1.5。那你的间隔要多少？打个比方，我可以用 0.2 当一个间隔。那这样子的话呢，我确定了之后，我来看它会帮我扫 0.5 到 0.7、0.9、1.1， 巴拉巴拉，总共它帮我扫了6组变数。那这6组变数呢，我们来看一下，随着这6组变数在变化的时候，我们要来观察。那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动画的功能我们看 View 这里有一个叫做Animate step 你会发现，那这个值呢我们如果说想要做投影片，有时候我们看别人在修一些很酷炫的投影片，有动画，在这里有一个 export， 那你选 GIF， 然后把它存下来，到时候呢你就会看到一个 GIF 的动画档。停回头来看一下，是不是就是一个 GIF 动画档在这里？好，那就可以把它贴到投影片，就非常的酷炫。